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和田秀树的《永葆年轻心态的生活方式：摆脱年龄的枷锁》这本书。最近大家是否有感觉自己的欲望在减退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原本拥有的欲望会逐渐减弱，梦想和希望也会发生变化。年轻时，我们可能渴望赚更多的钱，或者更受异性欢迎，或者过上更奢华的生活等等。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比如渴望财富、渴望异性等等，这些都是作为人类基本欲望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强烈的欲望会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对健康、避免失智、不断学习等方面的强烈欲望。您是否有类似的感受呢？这些强烈欲望的实现却十分困难。这是一位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的作者所强调的。我们都希望保持健康，但即使我们注意保持健康并定期做健康检查，癌症的袭击也并不罕见。我们也都不想失去自己的智力，但作者指出，超过85岁的人中，几乎没有人能避免阿尔茨海默症类型脑退化的。这些观点是基于作者多年来观察成百上千例解剖结果得出的结论。尽管保持积极运动、不断学习可以延缓智力衰退和失智的发生，但实现完全避免却是非常困难的。尽管保持活跃、保持头脑活跃是预防智力衰退和失智的有效方法，但这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可以确保不患病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提到了即使没有什么欲望，也有一些可以实现的东西，这包括不想生病、不想失智等欲望。确实，面部皱纹增多、背部弯曲、大脑衰退等是无法避免的，但这些只是外表和体力的衰老，也就是说，外在的衰老。然而，内心，也就是内在的不想衰老的愿望，如果能保持，你就可以一直保持年轻的心态。相反，有些人可能外表看起来年轻，身体和大脑都很健康，却陷入了老态思维。是保持年轻心态，还是陷入老态思维？这取决于你内心的选择。这本书充满了关于保持年轻心态的方法和思考方式的内容。我们常常一提到年轻和抗衰老时，就会过多关注外表的年轻。然而，比外表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年轻。让我们在阅读这本书的同时，学习让内心年轻的方法。今天我将介绍本书的以下3个内容。第一，让心态和身体都在逐渐老化的绝对不能采取的思考方式。第二，我将解释“老害”这个词的含义。第三，老年孤独并不等同于不幸，它也能让你得到自由。这些内容都非常重要，请务必看到最后。让我们开始第一点，让心态和身体都在逐渐老化的绝对不能采取的思考方式。首先，让我先传达本书的核心思想。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过于执着于自己的实际年龄，应该放下年龄的观念。如果我们过于关注年龄，心态和身体会迅速老化。你对自己的年龄有何看法呢？是否因为年龄而放弃了想做的事情呢？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年龄，但通常很少会特别意识到它。只有在生日到来时才会意识到自己又长了1岁，对吧？实际年龄只是一个数字，没有实际的体验和感受。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身体和思维状态，并不是因为你到了60岁就肯定会活动不便，或者到了70岁就一定会失智。每个人的老化速度和年龄的关系都是不同的。年龄本身也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数字。如果世界上有一种不计年龄的民族，他们应该会过得更自由。看起来年轻、思维年轻的人，实际上也确实是年轻的。所以，年龄对这一切并不重要。尽管我们平时并不常意识到年龄这个数字，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往往会借年龄为借口不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请想一想，是过于意识自己的实际年龄，还是忘记年龄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哪种生活更加充实和快乐呢？毫无疑问，忘记年龄，专心追求喜欢的事情的人会过得更加充实，活力满满。过于执着于实际年龄，只会让你拿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数字去限制自己的生活。
这种固定观念会让生活变得狭隘。为什么要让自己陷入这种不自然的生活方式呢？这是因为我们试图通过给自己套上枷锁来追求安逸，就像手铐和脚镣束缚了自由一样。我们会把各种限制和负担加在心里，让自己感到稳定和安心。实际年龄往往成为这种快速设限的借口，比如说已经是75岁了，已经过了80岁了，这样的说法往往会压制我们的各种兴趣和愿望。如果没有年龄这个限制，我们就需要正视自己不敢挑战的地方，或者不愿意努力的地方等自己的不足之处。然而，人类往往不愿正视自己的缺点，因此会认为这些束缚无可避免，都是因为年龄才会这样。然而，这种枷锁会逐渐束缚你的内心自由。这种奇怪而无形的束缚就是年龄的诅咒。我们对自己施加了年龄的枷锁，认为已经到了一定年龄就应该这样那样，导致心灵的自由被剥夺。一旦被年龄的诅咒困住，我们的自由就会逐渐丧失。比如说，已经80岁了，就不应该表达自己的愿望了，或者说食物要搭配合适的颜色，衣服也要选素雅的颜色等等。这样会不断地限制自己，或者变得对一切事情更加谨慎，为自己设置更多的限制。这其实非常可怕，因为最初只是心灵上的束缚，但通过已经是老年了这样的言语，这种束缚就延伸到行动上了。使用已经是老年了的说辞时，我们会在脑海中想象出一个老年人的形象，并通过这样的说辞来限制自己的行动和外表。逐渐的，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模仿心中想象的老年人的外貌和行为，放弃自己的愿望，或者对某些事情设定限制，或者开始变得对任何事情都更加谨慎，觉得我已经老了，然后给自己设定各种限制。这是非常可怕的。最初只是在心灵上设限，但随着我已经老了的说法转变为行动上的限制，这种束缚变得越来越强。当我们使用我已经老了的说法时，在脑海中会形成一个老年人的形象，并通过这种说法来束缚自己的心灵。随着我已经老了这种说法的使用，我们会首先从外表上开始对自己进行限制，比如说不应该穿这种衣服，或者不应该做这种发型，因为我已经老了。这种外表的束缚会让我们逐渐向着自己心中想象的老年人的形象靠拢。最终，我们会以各种借口，比如我已经老了，所以不应该有这样的愿望，或者我已经老了，所以做这样的事情很丢脸等，来配合自己心中想象的老年人的行为方式。这样一来，思考方式和外表都会逐渐变得与你所想象的老年人的形象相似。你原本更年轻的自己会逐渐与你头脑中想象的老年人重合。这种对实际年龄的过分执着，会导致我们心灵和行为上的自由不断丧失。结果就是你会越来越固定在实际年龄所对应的老年人形象上，因为你自己选择了符合实际年龄的生活方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原本应该属于你的外表的年轻和活力也会逐渐消失。但问题不仅仅如此，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生活，能够充满挑战和欲望，是因为我们内心保持着年轻的心态。当这种年轻的心态失去时，我们的生活变得枯燥乏味，每天都没有乐趣。最终，我们虽然拥有生命中自由自在的默契时间，却因为自己的行为限制而过得十分不自由。作者将这种状态称之为心灵老化。请回想一下最近的生活，是否因为年龄的原因放弃了某些事情，或者停止了某些活动？这种心灵老化常常在我们察觉不到的情况下逐渐加剧。由于心灵本身是一个模糊而不清晰的世界，我们经常忽略了心灵方面的问题。如果这是身体的问题，我们往往会明显感觉到体力衰退或者能力下降，因此更容易自我认知。相反的，通过身体感觉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然后心里也逐渐接受我已经老了的现实，这就是心灵老化所引发的心理障碍。然而，接受心理老化和依然保持年轻的心态的人，对待相同的生活变化会有不同的态度。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自己只能安静地老去，而有些人则认为现在是享受生活的时候。比如在选择食物时，有些人会因为年龄大而放弃某些食物，而有些人则认为应该在身体健康时享受想吃的食物。同样，随着体力的下降，有些人可能会考虑去健身房锻炼，以维持或提高体力。这也可以说是心态年轻的证明。大家在年轻的时候，也会考虑通过锻炼来增强体力，以应对体力下降的情况。但是不知何时开始，当意识到体力下降时，就会认为这是年龄造成的，于是放弃了锻炼。而心态年轻的人在面对相同情况时，并不会因为年龄而放弃，而是充满了与年轻人相同的锻炼热情，甚至是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即使面临相同的体力问题，心态年轻的人也会勇于挑战各种事物，这也导致了能够阻止体力下降的结果。因此，当思考这些问题时，会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年龄的心理枷锁，即经常意识到自己的实际年龄。在前面的例子中，当意识到体力下降时，注意力转向了自己的实际年龄，这样心态就会迅速老化。一旦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心态就会自动接受相应年龄的行为和判断。这种年龄枷锁并不是突然在老年时才开始的，许多人甚至从中年时就开始了。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在年龄的每个阶段都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并因此压抑了各种计划和希望呢？心态老化会导致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态度越来越消极。我想你们身边也有那种总是因为年纪大就劝别人不要做某些事情的人吧？这样的情况很常见，这是因为这些人过于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年龄，所以看起来显得老态龙钟，也因此容易管闲事。越是困扰于自己年龄的人，就越容易变得唠叨。这是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如果要享受年轻的日子，秘诀非常简单明了，就是忘记自己的年龄，仅此而已。我们就能摆脱年龄的心理枷锁，拥有年轻的心态，充分享受人生乐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容易做到，反而非常具有挑战性。无论是周围的环境还是他人，都会不断地提醒你的年龄，即使这些提醒并非出于恶意，但仍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更重要的是，你自己也会不自觉地强调自己的年龄，无论是在爱好、学习还是娱乐方面。当你想要开始一些新的事物时，你可能会想到自己的年龄，认为在这个年纪做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自我设限。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吧。这种被提醒年龄的言语会扼杀你内心的激情和期待感，让你失去兴奋和激动的心情。更糟糕的是，当你认可了这种想法并为自己的最终决定感到满意时，会自我安慰说，对呀，如果不考虑年龄的话，我就能理解了，还好没有做愚蠢的事。这种自我褒奖会进一步强化你对年龄的过分在意，因此要尽量避免这种负面的心态和自我限制。保持年轻的心态对于长久保持活力和热情至关重要。对于那些认为反正我会失败或中途放弃，不如不动，这样安心的人来说，他们通过给自己套上年龄的枷锁来获得安心感。这就是年龄的束缚带来的一种安心、安全选择的感觉。年龄的束缚之所以讨厌，是因为它让我们通过回忆自己的年龄来做出安心和安全的选择。我们从年轻时期起就被教导，这种束缚能带来安心，被教导要顺应周围的期望，自私或任性的行为会给大家带来麻烦。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接受过这样的教育。当然，遵守社会常规和组织规则很重要，因为不遵守会影响他人的感受，产生不愉快。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有很多行为并不会给他人带来麻烦。即使打破一些规矩，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给别人带来困扰。然而，许多人因为不想被讨厌或不想破坏团队合作而压抑自己想说的话或做的事情。这样的日子，也许你也经历过。你或许经历过不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刻。这种内心的不自由反而带来了安心的感觉，因为遵从他人的期待，顺应规则给了我们一种小小的安慰，仿佛我之前忍耐是正确的。我们或许在每次如此时都心满意足，沿着既定的轨道继续前行。但是，一旦这种习惯形成，我们就不需要再寻求这种微小的安心感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将不再受到各种组织的束缚，也不再有为家庭或工作负责的义务和责任。过去生活中的各种不安，比如自己的年龄还有多少年可以退休、房屋贷款、孩子的教育费用，甚至是与岗位相匹配的成绩和业绩等等，这些一切都不再需要考虑。这才是老年的美好之处。老年所带来的自由，你可以尽情享受这种自由，因为这是被允许的年龄。所以，当你意识到自己的年龄时，反而会意识到这是无论做什么都可以的年龄。你应该考虑，我已经多少多少岁了，所以应该自由了。老年就是要重新获得心灵的自由，仅仅是这样的想法就可以让你的心态年轻起来。更进一步，我们来举一些能够忘记自己实际年龄的例子，或者说对实际年龄不再介意的例子。比如漫画《海螺小姐》，你知道她的故事背景是在哪个时期的东京吗？实际上，它是设定在昭和20年代的东京，而故事中的角色波平先生的年龄是54岁。那么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会怎么想呢？波平先生54岁，看上去是不是太老了？这样的感觉是非常正常的。事实上，在当代，54岁并不被认为是老年人的年龄。昭和20年代时期，日本人的平均年龄在20多岁。1955年，昭和30年的平均年龄约为24岁，甚至到了1980年也只超过30岁一点。因此，从这个平均年龄的角度来看，54岁的年龄被认为是中老年或老年的年龄。所以，描述波平先生那样也并不奇怪。不过，日本迅速进入了高龄化社会，对年龄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根据2020年的数据，平均年龄为49岁。这个数据使得它成为全世界平均年龄最高的国家。从这里，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那就是被称为年轻的年龄数字正在逐渐变大。在平均年龄比较年轻的社会中，一旦超过这个年龄，就会被视为老年人。所以在平均年龄为20多岁的时代，超过30岁就已经是一个体面的中年人了。超过50岁就被认为是老年人，是理所当然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波平先生54岁被认为是一个合格的老年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现在，如果把这个情况应用到平均年龄接近50岁的时代，会怎么样呢？从20多岁的人看30岁，和从平均年龄49岁的人看54岁之间的差别似乎不大，对吧？换句话说，对于那个时代来说的30岁，相当于现在54岁的感觉。也许有些人认为50多岁是个合格的老年人，但这样想的人可能被年龄的束缚所左右。实际上，在现代社会，40多岁和50多岁的人被认为是年轻人，甚至30多岁也有可能被视为年轻人或者是孩子。比如说，你知道作为团队偶像明星的蓝的平均年龄吗？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40岁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蓝看作老年团队，对吧？大多数人对他们仍然持有哥哥或者年轻偶像的印象。年龄不是唯一的考量标准。过去每个人只要年纪大了就被称为中年叔叔，但为什么现在还保持着年轻形象呢？实际上，一想到现在日本人的平均年龄，就能理解了。他们仍然被认为年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按照过去的标准，这个年龄的人还算是年轻一代。平均年龄以下或者接近平均年龄的人，实际上并不算老。我们应该意识到，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再以年龄来判断的时代了。这不仅仅是针对偶像的情况，还有很多这样的老年人，他们可以自豪地被认为年轻，应该高兴地享受年轻形象带来的好处，从年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那些摆脱年龄束缚、重获心灵自由的人，可以充分享受长寿的乐趣。我们应该意识到，现在正是这样的时代，不再因为年龄而放弃任何事情，而是挑战一切，尽情享受生活。接下来是第二点，我将解释“老害”这个词的含义。年长一点的人常常因为年龄的差异而对年轻人指手画脚，这种情况随处可见。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无论年长者有多少，年龄增长本身并不特别值得夸耀。即使是90岁的人，也只会被嘲笑说距离100岁还有10岁的差距。真正重要的是忘记实际的年龄，这是在前面第一点中讨论过的内容。心态年轻的人会不自觉地忘记自己的年龄，也不会特意谈论这个话题。相反，那些喜欢自吹自擂年龄的人则陷入了年龄的束缚中，生活变得不自由。特意强调自己被年龄束缚的人，实际上是在暴露自己陷入了无谓困境。我们无需刻意接近这类人或群体，应该反思自己是否有这种倾向，并牢记本书的内容，及时结束年龄带来的困扰。但这并不是要拒绝接受年龄的意思。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可以忘记年龄去做想做的事情。当意识到年龄之后，则要认识到自己的年龄并加以尊重。当时机成熟时，接受寿命不可抗拒的事实，这是对任何年龄段的人都适用的。年龄只是随着时间流逝而增长的数字，所以至少要记住，不必因为年龄而限制自己。此外，在人际关系中也不必过于在意年龄，这是高龄阶段的美好之处。在工作中，我们通常需要了解同事的年龄信息，以便更好地相处，特别是在上下级关系明显时。然而，一旦退休后，上下级的关系消失了，我们只需与那些让我们感到愉快的人打交道，不必过多关注年龄。当然，我们仍然应该遵循礼节，这是双方应共同努力的。与那些令人愉快的人相处时，我们不会因为他们的年龄而保持距离，只要保持礼貌，就可以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感到受到任何年龄方面的束缚，因此会感到非常开心。这种轻松自在的人际关系，通常是在进入高龄阶段后才能真正建立起来的。回想过去，无论是在学生时代，还是在20到30岁之间，前辈与后辈的关系都是很普遍的。根据对方的年龄，我们可能会调整我们的态度、言辞甚至意见。然而，现在我们只需要与那些让我们感到愉快的人相处，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仍然受到年龄束缚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将对方和自己的年龄做比较，这种想法正是老害的真相。他们会对年龄稍轻的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认为对方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和自己一样，进而对对方评头论足。对于年龄较大的人，则会心生同情，觉得对方虽然看起来年轻，但一定很辛苦。实际上，这只是将年龄作为一种评判和竞争的手段。这种行为不仅仅是讨厌的，还会让人感到不自在。将年龄因素带入人际关系中，只会为了证明自己处于某种优势地位。无论发现对方看起来比自己更年轻还是更年长，都不会真正促进更深层次的交流与互动，只会增加不必要的矛盾和隔阂。所谓的优越感，也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年龄而已。如果过于看重实际年龄，就会不知不觉地被动接受所谓的高龄者的定义。请记住，最令人讨厌的老害就是那些过于强调年龄，同时试图通过年龄来竞争和施加影响的人。一旦年龄成为衡量标准，我们就会不自觉地被年龄所束缚，最终陷入无谓的竞争之中。正如我之前多次强调的那样，我们应该摆脱对实际年龄的过分关注，保持年轻的心态，这才是最重要的。忘记自己的实际年龄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样做有助于保持年轻的心态，避免成为所谓的老害，并能够保持持久的年轻活力。接下来是第3点，老年孤独并不等同于不幸，它也能让你得到自由。如前所述，进入老年阶段后，人际关系变得更加自由，
工作关系减少，你会更多的与你真正想要交往的人保持联系。尽管进入高龄期后人际关系更自由，但也有其冷酷的一面。例如，像长期交往的朋友或玩伴一样，不会束缚心灵自由的人际关系也会逐渐疏远。但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际关系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是自然的。经历长时间生活的人，自然会经历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可能会感到孤独，但不能简单将孤独的老年人定义为性格偏执或缺乏亲和力。实际上，即使朋友少了，仍有很多自由自在、享受生活的人。他们不随波逐流，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享受着真正的自由。此外，由于每个人最终都会面临独自一人的时刻，因此最好早日体会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一旦领悟到这一点，你会发现朋友的数量并不再那么重要。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都有许多独居老人。现代社会提供了许多适合独自享受的活动，你可以尽情体验独处的乐趣。孤独并非可怕之事，因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可以充分享受自由的时代。有时候独自一人也是一种愉悦，可以去电影院看场电影，在黑暗的影厅中静静感受，或者观赏一场精彩的独角喜剧表演。这些都是适合独自前往的活动。一旦你开始认识到老年孤独也是一种幸福，独自一人也就不再那么可怕了。此刻你已经获得了生活的奖赏，现在就是尽情享受这份自由的时候了。不必再为任何人感到拘束，只需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不再去计较岁数，放下对年龄的过度关注。这是时候了，活在当下，尽情享受生活，这就是奖赏。未来的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无人能预知，将其视为一份奖赏。你可以尽情玩乐，挥霍金钱，或者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总之，现在就是享受奖赏时光的时候，无需担心他人的眼光。现实生活，有家人可能会限制自己，但一旦独自一人，你就可以尽情享受并深刻体验。这种领悟对于未来的人生非常关键。当你变老时，若最终独自一人，我也将逐渐迈入独自生活的阶段。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步调来享受剩余的人生，立下决心，让自己独自一人的晚年成为最美好的时光，充分品味每一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